因为现在对于球员来讲，观众效应是很关键，就是要去封角落的机子。压级名单为有球季赛实时赛况解说。来看一下兔之一鸣往右手走去找汤丸，汤丸的角色对于博翔来讲是比较好的，但是汤丸这名选手啊，博弈功底是非常扎实的。没错。 这里没有第一时间离开板区拉点啊，因为面对博骄阳来讲，你拉点是没有用的，平地反而容易被拿刀。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汤丸要板区博弈，已经续好了强风，给龙子这个强风可以省一省。直接大胆翻，但是回头转过来以后，利用板博弈强风顶掉了，是的，但不敢回头翻啊。没错，翻过来还是很快的，第一刀拿得非常快。因为他的这个强风并没有把兔子一鸣给推到围龙的另外一头去，如果推过去了，那么他是可以翻的。对，距离不是很远。 回来的话速度还挺快，这边抽到一刀，这一刀抽到了，开出来，拿的也是非常的快啊。陶丸手上是再次捏了一个强风，那这一手其实等闪现好了就很危险了。就算你这波强线，这个后撤龙有点问题啊，把板子尬在中间了，强风顶掉的话，这个龙子不太能拿刀的。但没有关系，兔子一鸣现在就是闪现好了，哎呦，最后一瞬间转回来了。 这个击倒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对，而且闪现刚好就打倒了。是的，汤丸这边天赋也带的是化险为夷，没有飞轮，感觉有飞轮的话，估计还能再吃一个龙子或者是逼个闪。就看这波救人吧，这波救人如果说救的比较好的话，他是有机会可以去一个陈云直接飞上甲板的。对，空调这边直接压过来，不给你出去拦我的机会，然后慢慢来，不急，等一等，压一下观众效应。是，让外面的另外2位求生者可以多修一点密码机。看一下兔之一鸣这个位置一定要逼救。 直接逃，救下来，打到的是魔术师，算是扛到了一刀。看一下陶丸没有选择往大船上去啊，他选择是捏一个强风往中场的方向走，应该是要往小船冲了。是，这样的话可以不干扰到大门这一块的密码机。对的，最重要是把海边的密码机解放，到时候大船修完能直接下来修。那这一波就看求生者后面让谁来救吧。大夫应该是再来套一波化险为夷，让古董商往小门的方向走。是，兔之一鸣要往中场去压力。 是吧？哪怕是卡了观众效应，其实密码机也不是特别的多。对，第5台都甚至还没有碰上。对的，空调的密码机是71%的一台，是很有机会能压住的。看一下这波，哦呦，想闪现！如果这一波把空调打倒了，求生者的密码机就更少了。现在魔术棒还在 CD， 怎么说？有没有机会？开始过来击倒，可以，另一边刚好救下来。是。 兔子一鸣这波是完全不亏的，我不仅把你外面破译的人给打倒了，你必须要去摸他，而且观众效应也被浪费了，必须要秒救这个气象。这边再补个双龙，哇，兔之一鸣这波好稳啊，躲掉了。原来兔之一鸣感觉单龙都是那种博弈龙的味道，但现在开始用双龙去架点了，特别稳。用2波跃龙来赶路啊，然后把气象挂飞，就可以去续下一波节奏。求生者应该是可以接近4台密码机。对，这局对于球员来讲还有一个跑图时间，其实密码机是大于一整台的，冲击到大副，但是能知道大副刚刚是摸起来了魔术师，去压下，要找一下魔术师的位置，因为他刚刚是带化险为夷，有可能没有携带回光返照，所以兔之一鸣是一定要排一下这个魔术师的位置的。是的，现在先往小木屋走，看一下，提前过来拦截一下，他觉得魔术师有可能会绕到。 木屋苞米地的一个位置，对，主要是要过来去排一下箱子的位置。魔术师肯定是要摸箱子的。看一下角落，耳鸣起来了，能意识到吗？空调这边摸了一个怀表出来，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。哎，看一下兔之一鸣，这个耳鸣有点迷惑，往角落走，角落这个箱子没开的。对他觉得是在这里面封车的这个箱子。那这个箱子不在，你就一定在下一个位置了。对。 过去应该是能看到箱子开的痕迹，但求生者也利用这一波兔子一鸣找人的时间，去把外面的大遗产都补得差不多了。对，看一下回头这个怀表能不能衔接一下第2段，尝试打一下，第2段能中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不太好摇到了。他跑回来捡了魔术棒，翻过去还可以再用魔术棒牵制一下。哎呦，这个笼子刚好没钻过去，那很亏了。失误啊！他这个笼子是卡在了那个庄园的外围，所以他钻不了。对，然后又因为自己的一个又出现了一波传送了，是又出现了一波小卡位。那这波魔术师还能再拖一个笼子啊？还可以释放魔术棒，看一下，因为你没有放围龙，所以我道具就先省。 哇，这波其实对我们来讲好亏。本来如果快速秒掉空调的话，这把是有很大的概率能赢的。是的，但这样的话局势趋于平局了，因为魔术师还能省一个魔术棒去打开门战。那看一下兔子一鸣后面的选择吧，他也可以打一个求生者疲于奔命。对，其实可以传一波试试看。对，但外面的人他其实道具还是比较充足的。得要打一波拉扯消耗一下，看兔之一鸣怎么想。求稳肯定是来针对这个魔术师，因为魔术师是有可能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在这边要传送落地，
兔志明不甘于平局，想再去争一争，消耗一下道具。对，但他这个点其实传过来，不管是大副还是古董商，他都是没有做到，没有办法做到去把人给秒掉、压遗产的。他这波秒的意义不大，主要是过来消耗道具。是，回忆的道具太充足了，第一波救人是没有消耗任何怀表的。现在只能被迫去留这个大副了呀，因为对于雄者来讲，我现在先把大副的道具给逼完，对吧？对，开门战可能说更好打一些。今天兔志明感觉手感非常不错。 这位置能不让他进板，看一下笼子起来，拦住一个单向击倒，非常漂亮，直接打倒。外面的密码机也是新修到了30左右。对，这个时候兔志明可以不急，挂到小船的位置，然后再打一波拉扯，看看中场。这个古董商卡住了，感觉他是可以直接过去的。看兔志明想法，交笼子去拦截密码机。对，这波如果压好救的话，手里传送时间会比较极限一点点。2棍下去。 打出一个10秒的止戈，看一下密码机的进度，其实是基本上是能够的。对的，就看过客这里能不能再多拖一会儿。给刀逼救，但过客知道我不着急，吃的不是笼子的刀，我可以慢慢来。看一波密码机已经89、90了，看一下他们要不要考虑把大副给卡过半吧。大副是真能做啊，我觉得让大副过半也不错，这样的话能。 准备走地窖也行，是的，但是还是好像是卡板救了一个针对刀打到了大副手里还有怀表，这个怀表开门战很关键。另一边魔术师的密码机是在角落，离大门是有一段时间的。穷者也是直接通电了。那现在从角落去点大门的话，时间还是会有点久。对，有一个时间差，看这个时间差能不能抓住。3段表要冒险回来摇吗？摇到了。 哎呦，他这边是想封个封路龙啊，但是没封好。是的，而且第3段表摇到了，你基本上想再把它打倒挂上，还得再花个10几秒。对，这波节奏没把握住，有点可惜。角落击倒，看一下另一边门应该是能够，看一下要不要传吧，应该是不传保平了。兔志明最近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但看一下古董商的位置，没有在门口，也没有在地窖。说，他好像在小船的位置吗？出来拆。 过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耳鸣的，排到了吗？起了一瞬间，确定了有人在这里，但他觉得是往海边走了，走了一下不着急，没想到过客那里是艺高人胆大，来了波反跑，了，救人了，这笼子走远了。如果这里先点门呢？过客能回头把人救下来。对，我在想，如果先点门的话，兔子一鸣应该是意识不到有人在小门的，传送传门，看一下还是不敢赌，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兔子一鸣手上他还有一个传送的，对，看回忆这个位置能不能没道具牵制一下了。 想笼子先拦过客，看一下能拦到吗？笼子应该是有距离的，回头。如果能秒掉过客的话，大副是点不开小木屋的门的。比较可惜，这个笼子先把人挂在里面吧。先关注，再过来。但是另一边笼子拆掉，感觉时间也差不多。这边2块板一直没清，这2块板好讨厌啊！毕竟你手上也没有传送了呀，已经没办法再去管大门了。太可惜了，兔志明刚刚是排到古董上，但凡说灵性回头，先确定小木屋有没有耳鸣，把人架死在小木屋里面，我一个笼子抬过去，这局估计是有机会能够拿到一个3抓的。对，但当时那个位置，我觉得他的一个走向吧，也没87秒，空调破一把72，就是看能不能突破对面。对的，牵制完的同时，对于今天这边是底牌挽留加一个闪现。 来看一下捏捏，这期目标往马尾方向走，对，要去首追一下这边的一个木偶师。哎，他想一想不急，回头了，看了也没看到。是，他想把中场的人调出来嘛？但中场是一个大副啊，你现在追大副可是非常的亏的。对，感觉追大副收益不大呀，因为太能做了，很容易让求生者的观众效应卡的比较舒服。这想逼个表，但狮子的怀表捏得非常的稳啊，稳回头，哎，这刀没有蒙到，差一点就打到了。是的，预判错了一个方向，那就比较难受了。没关系，表逼出来，我可以直接去找磊磊，因为磊磊在这样的一个选点里面选大船的飞机，大概率是携带化险为夷的。要么你往海边修，要么往船下修。那船下这个位置确实也是比较危险的。一波钻过来，这一刀必须用悬停来顶，但还是要吃刀啊，感觉。很近，还是吃刀了。没错。 然后聊到天赋，就感觉他是一通操作啊，闪转腾挪，但是跛脚鞍好像就走着走着就把刀给拿到了。对，走8次走得很稳，跟上背包拖拽脸上了啊！地球确实是圆的，围龙也是圆的，围龙也是圆的。对的。那这一波的击倒其实还是比较快的，
外面求生者的密码机被干扰的很严重，因为大副开局它是等于是无缝的衔接，我先牵制交完一个表，然后让飞行家继续牵制一波。对。打得远一点，他不想被二段表摇到。捏捏想着，捏捏来讲，这波是可以直接逼救的。起龙丝过来，直接给一刀，可以。这个点位手上闪现还在啊，然后磊磊手上的还有一个喷气背包，但这个喷气背包不太好交啊。哎，交了，但这个点位因为维龙手里有闪，对，因为维龙的范围比较大，所以大副那边也可以帮忙拆掉。对你也可以再求稳一波，起一个笼子，然后补个闪，快速击倒。这个闪现是可以不用省的。对，感觉这个地方这样走的话就省闪了呀，闪了，还是挂在老位置。对，然后中场还可以压迫一下，相当于这把救人位没修，他应该还是会挂到这个海边。然后看你求生者来的方向，因为海边这个位置你基本上想救人，那么是一览无余的。对，看一下通缉又给到大副，大副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稍微给一下压力，不过马尾已经压上来了。是的，所以想提前拿刀啊，那你交不交路易其实都无所谓了。对，今天一个笼子应该会包回去，再逼一波路易。回头路易交出来，那你下一波如果马尾掏人，有可能被打双倒的。他可以针对木偶师去打这一刀。对，看一下这刀不急，两个人求生者都分开。是的，但是马尾是非常稳，他是在救人之前先交了一个路易，然后导致捏捏不敢去打他了。对，下一周两个人迅速分开，这样的话马尾是不会吃到双倒。不过中场大副还是要被压力一下，因为你没道具了，到时候有可能被偷袭的。对的，主要是手里闪现还在。磊磊这里也没有往中场去啊。看一下这个通缉，这个通缉很关键。如果说通缉到大副，这局求生者可以说是有点难受的。甚至通缉到木偶师也行啊。对，木偶师大副都行，通缉到大副了，大副没道具，看一下看到位置，距离很远。你也想去排大门的木偶师，但是木偶师这时候已经在往角落靠了。耳鸣起来了，32米的范围，你也可以往回头走一下。这个耳鸣如果消掉，就确定位置了。他觉得是在大门卡着的吗？排了一下，并没有排到。想了想，我谁都可以压，看看密码机有没有抖。没有往那个101窗里面走啊，比较可惜。就是范围是对的，但是方向不太对。还在想找人，他想看一下外面密码机有没有在抖。如果抖的话，他是可以考虑直接切船的。对，这个地方小碎片，很久，小碎片应该是看到了一个后车跃龙，但是距离有点远，一刀还是直接打倒，可以，等于是无缝衔接节奏了。因为周末刚才是不敢修了，大副石子他也是不敢修的，密码机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状态。是的，看一下这波，你石子敢修，我直接传送落地，大副没道具，还要被打一波倒地，而且莫斯很可能要被逼出自己的绝处逢生。对，这个位置一个笼子把板子架在中间，要开始博弈。这地方还能翻吗？翻不了了，而且第二次好像就在小木屋啊，就在这儿。甚至木屋这里有一台99的，外面得先破译完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来打这一台。这个人不一定出得来了。是的，看一下莫偶师是被魔术师给摸起来的，那现在就看一下魔术师的这波救援吧。过来直接强压魔术，手里愿力很多。对，向左边排一下，海边没有，那就方向应该是小船方向过来的了。稍微拦一下，但你还在看一眼。有齐尔明刚起来了。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排到魔术，如果排到的话，基本是奔着4抓去了。周末也是用进步走，在卡着自己的。但这个位置要装脸了，你看到了？到了。这里要牵制很久啊，不仅要牵制很久，还得在外面无伤，并且去地下室把人救下来的同时还保活。哎，一个飞轮，这笼子感觉能废掉，但是大副那边已经要过半了，一刀直接打，这一波是不可能救下来的。了了，在外一旦吃刀就绝对救不了。是的。那我觉得末世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密码机要怎么样去修了。魔术棒能好？哎呦，直接从隐身状态中被打了出来。还修吗？还修吗？还修暴露位置了。密码机就在船下，这一捏捏感觉可以求稳，可以不挂的。是，看一下捏捏怎么想。有一台密码机是压好的，他也知道。但是他看了一下，还是选择挂上了。他知道你在船下破译，对，没往右边走，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。是的，捏捏这个椅子选的非常好，他是能够透视到右边。一旦说你往右边走，我就直接知道你的位置。但如果说你没往右边走，我先排左边，一点一点去压缩你的生存空间。我排左边没有耳鸣，那么你人只能往大门的那个海边去了。对，只能往海边走。但是看一下捏捏这个位置，耳鸣要马上起来了。又差2步了，就差2步了，往左边走一下，看到了，排到了，那应该是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是一个4抓了。不过一个单向围容，看一下马尾这个地方是能够进到板区，没错，而且还可以再释放一次路易，有一定的牵制机会，但是路易也没交，那最后击倒。上来捏捏是完成了一把4抓，
由北京 WPG 在第一局获得了一个7的时长，挥了113救人一次，天宝瓶的角色也是可以接受。对，这也是非常好的杂技以及守墓人去携带。来看一下捏捏，直接往中场去压狮子，狮子这个位置直接拉点。是的，但就像我们说的，这个位置太近了，除非队友帮忙在小房方向下板，没有，他自己必须要下板了。过这个拐角上了一个上了一个黑球，第2颗球倒是没有上到啊。但是灯笼门那边的板区是有人选点选在那的，但没人给他下板。没下板，对。身位拉得很快，这个位置可能就要直接被打出来了。白球上到，最后一个空球，看一下位置。哎呦，卡得很好，而且前面这块板子没有踩啊，导致应该要拖到自然出土了。对，狮子应该会哦，强行打出来，看一下拿到了，有机会拿双球。是的，直接第一刀开道，非常快。跳过来，双惊喜还能再复用，双球再命中。哎呦，这个很尴尬。对，刚才那个白的感觉直接出刀是有机会。对，哎呦，这个双惊喜卡在中间没打到，直接被迫交了移形，这也不能再给他有抢刀，能抢到吗？没抢到。是的，他前面是不想给他有个下铲的机会啊，但是狮子还是极限的下了一个铲，慢翻也没上到球。看一下这个位置很尴尬，双惊喜下一波马上就要好了，下双球直接秒，开出2阶，2阶需要开这么早。这一局捏捏的一个3抓概率还是挺大的。对，主要还是看求生者接下来2波救援吧，因为守墓人身上带了一个化纤维，只剩一个杂技手上的。对，守墓人救下来以后，他是没有继续牵制的能力了。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，如果这手守墓人的化纤维被闷掉了，其实对于全场来讲很差的，不是一个很好的境况。就要看一下这波救人能不能救好了，一定要卡的尽量死一点，让观众效应最大化去发挥出来。但看样子应该是要压满救了。对，还是不想给到太多的伤害。这样的话可以多卡一会儿外面2个求生者他们的一个观众效应。对，而且也想了想，狮子手里没道具，下来不一定能溜，万一给到双倒，这把就炸了。再卡一下，看看慢慢往前挪，准备好了，杂技要过来救人了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无伤，一个球直接掏，双球，果然是选择了无伤。但是捏捏还是选择继续追他，这里尝试一下复用能不能上到球。哦呦，可以，你很准，没错。应该是让狮子来3连这个地方把密码机给补开吗？应该是小角落没有密码机，对，小角落了。捏捏准备用土球粘住他，然后方便自己快速捋节奏。这个位置气象直接给暖雨吗？那这样的话移形好了呀，这应该是能够阻止的。不过捏捏没去，他想去追马尾，想直接去找马尾也行。马尾这个位置大房感觉还是挺好牵制的，气囊都还在。感觉刚才那一波选择直接去移形找杂技会更好一些，毕竟他是半状态。大了呀，我说实话。那对于捏捏来讲，他有可能说是想先把火灾处理，然后用这个移形再来干点其他事情。对的。哎呦，又一波气囊弹开，把气囊打掉。因为马尾这时候也不敢往下拉点。不过马尾还好，这第一波牵制只上1颗球，还行。是。现在看一下捏捏一个预判空中飞人，手里让谢幕要看看能不能操作一下了。在这个角落不太好放双重惊喜啊！捏捏是想直接秒，所以没用。飞轮清空了，把球给消掉，但是还是拿到了1刀，可以再打双球，还差最后一个红球，位置直接秒。是的，太狭窄了，马尾这个位置飞轮顶掉1波之后，感觉就得拉出去了。但他顶掉了1波，他往外拉，其实捏捏手上的双重惊喜还可以再次释放，也很危险。只不过现在的密码机算是被拖回来了一点，毕竟求生者前面是卡满救的嘛，卡满救观众效应也拖了很久。对，然后状态也回来了，用一个双重惊喜排下人，过来把气囊清一下，就要去压下磊磊的位置了。磊磊刚刚是用过1波暖雨，预判到了一个位置，直接堵到，但是磊磊这个地方不太好拦截。手上还有一个气象瓶，看一下能不能看到？看到了，应该选择翻窗过来吗？气象瓶没开始画。是的，后面杂技也过来救人了，场上没有人修。捏捏这一波比较亏啊，他双重惊喜2段都没有上到球。对，感觉命中的话，雷是要跑大图、跑远回去补机子的。现在的话都要过来，脸上这台是74的机子，应该是。他们选择打团了。想强打这台，但是火柴是挂飞啊！难吧？火柴是挂飞，真能强打这台吗？我感觉给刀，
再拉一波，气象直接倒，能不能把火灾给火灾也注意到？秒了，密码机90不够啊，这不对的吧？说话真不对，万一这个位置密码机虽然开了，但是其实穷者的位置很糟糕。我觉得追气象放杂技点门，杂技点门点的慢。看一下想压杂技有挽留的，是的。那这个点位他应该是先看一下杂技的一个牵制情况，因为气象毕竟贴门还要花一点时间。直接命中。哎呦，再复用一下，再复用一下，不用复用了。对，直接秒。磊磊就在脸上点门，但这个位置没挂到门旁，他没有选择往门挂。来得及吗？最后我感觉来不及了，有点难。捏捏是预判了一波反心理，他觉得气象没看到，没去看。他觉得气象会往灯笼门走，那血亏啊！这样的话，像能走呀，感觉4抓变3抓了。是的，只能说确实比较可惜吧。对，因为当时你把人往大房门外那张椅子挂，你就可以。局势来讲，给到对手压力还是很好处理的意思啦。所以很好的看到星源的位置。对，有一刀追击能力就有很大的一个提升。来看一下这第一手抬手怎么样选？哎，选中场吗？没错。把星源放外面吗？他想尝试着追一下桃肉大师，毕竟小白形态下，其实拿桃肉大师的刀还是比较。这样的话就不能交闪，会的，交真闪了。交真闪去追桃肉大师的话，感觉刀气太短，不太好处理。有快踩，一个迷烟炉，这个地方绕应该要交被动了。被动交出来，哇，卡的一个角度很好。回忆这个位置是把头朝向了板内，吃到了被动的一个闪现以后，立刻下板。这样的话还防了一波抽刀，很漂亮。是的。踩板，那只能被迫翻往外走。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吃第一刀了，还好他带了一手双弹啊，板弹也可以用上。再交一波，另一边幸运儿是没有开局去摸箱子，直接开始修了。对，不过中场这块板子已经没了，所以这里还是要，还是要吃刀。对，挺危险的。先拿一刀。张狂响起，看一下这波，抬过去，能压住位置吗？不着急，这个是可以不传的，手里闪现好了，可以闪现击倒。直接闪现打倒，密码机的节奏还是挺快的。还闷了个化险为夷，对于兔志明来讲，开局还可以。只是这个阵容啊，中后期幸运儿在外围有点阴阳回环的感觉。后期能力会比较强。对，就是后面怎么想。你虽然搬了空军，但是外面等于说有个机械师加一个空军的。对，这波迷烟炉啊，这边直接换位，逃脱术换到另一边，换到了保脸上幸运儿的位置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哪怕桃肉大师被闷掉了一个化险为夷，但穷者外面手上还有2个，这也是 WBG 3化险为夷它的厉害之处。对，中文选的很好。看一下 WBG 这边也没有想去卡观众效应啊，是的，把密码机点亮了。没错。那这把因为他们这把只需要保平就行了嘛，不是说需要抢太多的密码机。对。这波击到逃脱大师倒角落，然后幸运儿看一下娃娃摸出来，这个娃娃要怎么样去操作？兔子一鸣也是开到了2阶，对于下一波的手艺来讲，求生者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。那幸运儿在外围，其实这波可以尝试卡一卡。杂技躲到了角落，对，可以补救的，看情况了。先换一个椅子，看到换到灯笼门脸上。对，郭克就在旁边等着，但这个位置应该能排出来，感觉。哎，没看到，就在脸上躲着，没看到。对，坏了，无伤救了，给了一个无伤的机会。那这波对 WG 很赚啊 ，WBG 这波无伤救就相当于你第2波节奏很难衔接的。太舒服了，因为你如果说把杂技也打成半状态，那么他下一波可以找2个半状态的人，现在只有一个空调，而且空调还很克速闪。对，外围还有一个娃娃在迷惑你，下一波能不能开到节奏还真不好说。是的，这一波其实可以找娃娃调整一下的，就。记者那边也确实可以看到在治疗了，不过是找的是过客在治疗。对，调整了一波，不着急，3个满状态，摸道具，再补充一下自己手里道具。对，对于兔子一鸣来讲，现在要跟时间赛跑了。虽然说都是满状态，但他马上就有闪现了，传过去拿一刀，然后等一个闪现拿一刀。左边走，刚好撞到了出来的幸运儿，这波海伞传脸。是的，是有刀的，但手里有飞轮有护腕，看一下套丸怎么操作。护腕直接弹。躲避掉一个蓄力刀，但兔子一鸣也是一波吸魂跟上。这波飞轮怎么顶？顶掉了，漂亮。抽刀想过板直接砸。没错，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反弹再拉上楼。看小娃娃在外面在哪个位置？如果说娃娃贴密码机的话，是可以直接开始修的，一边溜过一边修。那倒也没必要那么要强吧。看小娃娃还是先牵制好。娃娃好像是一直捏在手里没放出来。对，还是先牵制吧，先牵制。
但是娃娃如果捏在手上的话，我觉得也不错嘛，当一个魔术棒扛刀，对而且是有插刀的一个魔术棒。对，看这波是一刀直接过板，过客是可以压一下的，因为过客之前是交过化险为夷，没错，有可能没有回光返照，但看图里面这个想法，应该是要去控状态了。剩下求生者里面只有迅儿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压一下过客，看过客的位置怎么说，压到角落里尝试追一下，手里闪现好了，这个位置闪现有机会。下了2台密码机也是越来越多，直接选择反向跳球，从窗户绕了过去。这边看一下枪声闪，但这个要准备打开门战了，这个闪要省下来了。这个小短窗，哎呦，还是比较难博弈的。那娃娃到时候这台密码机亮了，说不定有时间差的话，能去贴个门。哎，中场有个地下室，感觉兔子一鸣得利用这波地下室做点事情了。对的，娃娃那台密码机压好，要过来的话，挂得进去吗？应该是要强挂了。对，应该是要强挂的。对，毕竟杂技这里带的是化险为夷啊。我知道你是化险为夷，就可以知道你不一定有带求生意志嘛。对，但看一下杏儿现在已经在把娃娃去放去贴门了。这波开门战交散，感觉有点亏。哎呦，一招直接拿。过客起来了，手里还有球，但过客这个位置，哎，他不走了，他选择在地下室里面夹死在里面了，就是要在里面操作。还有一个球，但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倒地。被兔子一鸣来了一波反绕，里面娃娃在点门，本体没贴到门，只有一个门在点。看一下兔子一鸣这波想法是有机会能拿兜抓的。这样的话，求生者必须有人在中场的位置稍微卡一下。看一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？那边门在点了，哎，门好像要开了。口对，闪门假闪傀儡开了，娃娃，那还打不打呢？过客走还是打了，就保平了嘛？对，打这个娃娃，万一呢？感觉没必要打，他是想打的确定。干嘛？他想确定杏儿的位置。没必要啊！我感觉刚刚如果不打那个娃娃，中场那个空调有可能他一波吸魂是有机会拦的，对，毕竟他手上，毕竟手上有闪现。那现在的话就保平了呀。那也是恭喜北京 WBG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空调还尝试用一个远程的小奥飞，看能不能偷袭到9秒，毁了216进度以及过客60，都很顶尖。是的，是的，非常高的一个数据。它其实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，就在于你把给求生方这边防的还是比较到位。好，来看一下前期的话是选择往中场先驱赶一下，但这个走位来看，是想先把娃娃给解决掉吗？但是还是想其实快贴近机械师的身位，感觉没有考虑到街师这边会选择直接往脸上走的这个策略啊。但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名牌的一个选择了。对。但是也没关系，其实时间上面是没有拖太久的，毕竟2个围龙时间嘛，就一个常规击倒，就不牵制了。就因为上一次其实成都机他们的比赛就已经用了这个打法，所以说今天再来的时候，我就想看一下说有没有去一个比较好的针对方案。但目前来看的话，好像还是一个比较按照他们的剧本去走的一个走向。不过这个打法的话，其实也是跟我们赛前说的一个区域选择差不多。这个时候需要枯草过来进行第一波的救援。对的，但这边外面的话会被拿的比较快啊，这刀。对，提前是打到了大副的身上，但还好怀表这边是还有一段可以去摇。这样子的话，看一下这边淘汰进度条也比较极限，一个无伤救。是的，然后打到了机械是一个平地刀。没错。那应该就是选择往角落倒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弓箭手密码机也是破译差不多，然后再过来。对，这里的话得尽力去吃一些围龙，不然的话你一会儿愿力太多，其实 OBO 也没有那么好操作。没错，应该还是让木偶石再来救一波，然后弓箭手这边是破译一下密码机再过来这样子。是的，毕竟他手上那台其实也还差一些。对。所以可以先把远端那台去压好，然后再过来。没错，那现在问题点就来了，你带手失常的话，其实外围密码机并没有给到脸上去踹，那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手失常就带的意义不是很大。看一下这边耳鸣已经响起，所以说已经是有人贴到脸上，对于虫爱来说是不太敢去大胆往外围走的。来的也是比较早的。没错。但脸上木偶师卡龙能力非常强，对于他来说根本不慌。这里可以再叫一个围龙。是的，这波再变的话，那就必须要救了。如果再不救，会有点吃力。啊，救下来。真的是完全按剧本走，对，就一点反制空间都没有，甚至说你这种失常还白带了。就你可能说你必须要在淘汰了之后，确定能淘汰之后，才能把这种失常用上。
加上其实大副过来救人的时候没有说掉很多的状态，所以这把他们是选择3个人接下来去打这个半台密码机，没有选择去让 OB 位过来。哎，弓箭手竟然没有来，那这个密码机进度可能会给到市场这一脚的机会啊。是的，不过他们是赶紧先抢开，感觉是踹不掉了。有点难，远端的是在独栋，但这边的话愿力值是比较充足的。对于宠爱来说，完全有时间赶到过去。是的，来是来得及的，就是看一下你怎么去带走。直接先来失常，但其实外围的话，第一时间已经是多起了一台密码机了。对。哎，那龙骨弓是空掉，前面的话偏手飞轮，再钻回去，前面有个单板的位置啊，卡了一手。小白这边的一个走位也是非常细节啊，后撤弩也是用的非常好。看一下。再补上一个龙骨弓，直接一个眩晕，那维龙应该是要消掉了。是的，那新起的那条话其实已经是有50%的进度了，而且他只是吃了一个平地刀，维龙的话都是规避掉了。后撤弩用的非常娴熟。那现在的话被迫只能去外围管一下2楼底下密码机。那这边有个半状态的莫武师，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去突破一下了。体育藏这边的话也是压了一波脚印，但是好像对于宠爱来说是能察觉到的，反手过来找大副给到一刀。过来的话是直接拿到这一刀，其实目前大副的状态还是有点不太健康，对，而且脸上那台多的遗产没有办法修，他得是再撑一下，撑到弓箭手压好，这样的话会比较理想。对，我这边宠爱的话是被骗下来了。是的，那这样子的话又多拖了一点时间。哦，这刀没打到，但是还是能够翻撑的时候打到一刀。现在得去处理一下这个大副了。对的，先把人挂上，然后莫武师的位置的话，毕竟还是在脸上嘛，是能察觉到的。然后就把人往这个门边去挂得远一点，选择挂在墓地里面，毕竟带了巨钳，对，是吧？确实是有这个机会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外围他们2个，哪怕说开门战的话，要带走也比较难。哦，这个路易反应非常快。但现在的话，其实还是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去开的时机。感觉可以直接给亮了，因为对于木偶师来说的话，我可以保持一个可以变路易的形态下。这里的话是摇表吃刀，然后吃刀了。对的，那大副其实还是被处理的有点快的。是的，另外一边的门在点，这边选择直接传送落地。啊，弓箭手这边道具还有个龙骨弓，看看能不能射到核心，给了一个50的失业值。这个失业值对于还是要买，对博翔来说还是非常克制。哎，刚好围龙结束。那这里的话，弓箭手还能再撑一会儿。没错，起码是多消耗你一个龙的愿力。那边大副也是交了绝处逢生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莫武师这一波还是能去往中场卡一下，但是选择是让莫武师点门，是的，然后枯草卡在墓地范围左右。但是枯草的话，其实有点不太好走，对，因为他刚刚起来的位置是在墓地里面，所以宠爱他大概也是知道你大副的一个范围的。但这个门是能点开的，如果说察觉到门点开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往左边的位置看一下，哎，能透到吗？没有看到。没留意，而且耳鸣没有响起，因为这一局的话，中后期对于宠爱来说是没有控场机会的，所以说没有人上挂。目前小白是一个1挂的状态，但现在回头的话，感觉枯草他有点来不太及走吧？好像能但宠爱回头了。对，还在排，但这个排的围龙应该是歪了很多。对，因为他担心有人绕过来救，因为他担心说你枯草那边从墓地里面起来，然后绕红蝶亭独栋过来救人。对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一个平局拿下。哇，这一局感觉对于那边并没有说直线去找到这角落的问题。对，就是每一个人位置到底是站着结石还是谁来雇佣了？那好的，现在进入比赛本场。好，那么看一下这边还是要首追机械师，然后选择是直接往脸上独栋走，然后机械傀儡放在了独栋附近。这个时候感觉还是要把机械傀儡的位置给尽量的挪开才行。这里的话是吃到一个落地的平地刀。对的，但是尽可能还是要吃2个围龙才行的。那看一下这边围龙先罩住，然后先下板，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去带回独栋的位置。是的，不过但感觉这边再交一个围龙走不了啊。对，再倒的话会有点近啊。看一下，就感觉离机械玩偶的一个位置还是有点近了。看一下机械傀儡这个时候已经挪到。还是在独栋密码机啊！修，我觉得
觉这个处理的确实还是比较快了一些，有点没有拉开本身跟玩偶的一个距离。对，而且手上毕竟有巨钳嘛，然后这边的话选择汽油刀2刀给到，啊，那这样子感觉亏损有点最大化了。是的，这样的话你其实没有打出来这个体系它的一个效果。对，啊，窥视者一交，而且这边守墓人可能还有一个被逼救的机会。是的。还好，还要卡着双板的位置的话，也不太想去交围龙。然后再下铲，再去卡一会儿时间。这边的话不着急。那下来之后，其实新妖梦这边阅历是很多的。对的。再放了一个娃。再给一刀击倒。但这波的话，化险为是可以带走的。而且你再放出来这个机械玩偶，它大概只有1/4的耐久。没错。整体密码机的话，就并没有说想象中的特别快啊。那外围的话，虽然说有一个幸运儿，但是能注意到它的道具上面好像是并没有获得到这个机械傀儡的。那现在的话是幸运儿带着枪过来救。没错。哎，这边已经是看到了脚印了。对，手上的话，毕竟还有个万有之箱，也不着急。围龙罩住，香水交出来，拖一个围龙时间。交枪选择无伤救，选择一手保状态，不太想让你给到这个续节奏的机会，因为他本身也是没有携带一个回光返照的。没错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就看一下自己的个人牵制，结实也是帮忙选择帮幸运儿扛刀，那这个围龙消耗掉了。但现在其实密码机也还差的比较多一些。对对对。然后再倒到车的前面，再拖一会儿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你会挂飞了之后是将近还有一个半台。但同样的，这把其实也是没有选择让 OB 位去进行帮忙。对的，然后如果说单让结实牵制的话，确实可能会牵制不够。对的，然后星儿这边的话，毕竟刚刚道具2个都交了嘛，对于仙妖木来说，它是有个明确的目标，知道你道具交完的。好在说这边是把状态给保下来。而且其实密码机差的也不是很多，没错，就差10几。哎，想个赶路围龙，但是其实是照到了守墓人。那这边下铲之后直接带走。想要去守一下独栋外面这台大遗产。这边的那现在其实是甲门跟独栋外面的2台密码机。对。而且你一直这样跟他打消耗的话，其实对于跛脚人来说也还可以接受，毕竟他愿力方面是比较满的。这样的话，可能你过来之后有一个速抓的机会。是的，这边耳鸣响起，想去排一下角落位置。但这个时候的话，对于仙妖木来说，要快速进行一波击倒，抓住他们求生者调整状态的时间是最为关键的。是的。所以这里的话也是一直在找人，但是另外一边状态调好了。那调好之后，其实他们就可以一直有人去帮忙卡独栋了。对。而且他也是担心你甲门这边有人赶紧兴起，想要去找到甲门这个人，但是排了很久都没排到。找不到啊！其实这个耳鸣就是 S 版给的。对，而且耳鸣的范围也是卡的比较暧昧一些，就左边能排到，右边也能排到。是的。这边先放个窥视者，那另外一边看看能不能透影透到看到小明的位置，好像还是有点难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就让487先去摸道具，然后跑到地下室去摸了。对的，好像是找到，看一下一刀给到。那感觉另外一边甲门要开始破译了。不过他找到的因为是大遗产这边的人，所以还是可以再去处理一下。因为外围的话，你知道是差一台满机嘛。所以能够先去处理一下脸上。没错。位置的话再补一个围龙，感觉是有一个击倒空间在的，卡一个挡板。这把的话，刚刚是487在地下室翻了一个机械玩偶。没错。那这个机械玩偶还能够拿来贴门。感觉机械玩偶就拿来贴门作用会比较大了。然后选择这边是往地下室挂，手上的话有怀表，但是还是得让弓箭手来救啊，毕竟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话，容易成为一个伏笔。但是你挂到地下室，弓箭手他过来的时候是从甲门过来的，对，其实来的比较早，但是也还是会有一个被人家说法，487炸点了，爆点了。这个位置的话，想要去追手，手上有怀表，看一下能不能撑住时间。暂时的话，第一刀没打到，哦，第二刀打到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愿力值还够，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带不走。手上还有一个飞轮，但跃龙的话有点失误，没有跃到脸上的位置。
那这里的话就先跟。再一个跃龙，飞轮骗出来，给一刀。继续上，那还得再逼掉一个围龙。没错，那这样子愿力值的消耗还是比较多的。但是问题是你刚刚是2个人从地下室出来的，对，在一个对角线。 我现在往回牵，你独动那台还是修不掉，而且你这边全是密码机，你不管是要兴起还是补遗产，都会在这一侧。是还有个伏笔，就在于说你没有还原反照，我还不能跟你强打。是的，现在的话，星耀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多抓面的，看能不能把握住了。这边的话，小明也是跳到脸上来，啊，这边是一人一边，小明跟小天都是卡在了椅子这边。对的，他们也知道去打一台新的密码机是不太够的，所以选择2个人过来合抢。 但这一波的话，其实是让守墓人自己把自己卖掉。滚焰手这边给一个后撤弩，一个眩晕马上就要给到。但这台其实密码机的进度不是特别好抢。对的，85的进度它不是特别多，选择过来强开吗？我觉得好像能够哎。强开的话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够，感觉差一些，擦完刀应该差一点。哇，那这样子强奸起来。 有秋刀说法，给到一刀。是的，而且现在这个密码机，道具主要是你不得不开了，你只能在那挂的时候直接让守墓人把这个开掉，然后让487的网友去点门。但这边的话，愿力值很多，因为刚才是2个平地刀击倒了弓箭手。现在的话，得守墓人那边稍微撑一下，至少能够去争一个跑一个面。跃龙失误了，这边哎呦拆掉吗？还在骗。给一刀给到了，另外一边。那现在的话，传送是在手的。对，直接传送过去，门点开，没有扛到刀。 那这样的话，一个开门战的极限4抓，哇，这把星耀梦的思路特别清晰。是，当时如果不是恐惧震慑的话，还真够了。你别说，就因为他当时吃了一个平地的恐惧震慑，对，就少吃，相当于对少吃了一个围龙。对，因为你当时如果说给一个平地刀0.25，打多一刀的。是的，那看一下赛，感觉最近再给放出来了，时间，并且大门废墟的位置。 看一下这边起追的话，也是往火在这边走。哎，不过这个点的话，小天是选择直接从木屋开始牵制。那不行的话，就直接先封窗呗。对。这边的话，要不你先封窗呢？对的，先把窗户封了嘛，毕竟带着封窗，不用的话白不用啊。是啊，而且主要是你没有必要跟他去犹豫，你只需要先把这个窗封了，然后我再进行短板的博弈。 对，这边留了残影，翻出来一个反弹，但感觉这个位置是要被堵住，蓄力，然后还被弹了一下。对，那现在确实也是拉开了比较远的一个身位，而且这个点的话，中场是架着一个487的古董商的，如果他转点到顺路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寻求帮忙的。感觉有一刀了，给一刀之后再往大房这边转。来了，487已经开始帮忙卡板，感觉板子一踢，要不选择。 帮忙陪跑一下。哎呦，去进行追击了，新郎一放出来，哎，那个点刺，对的，但是并没有打到几个啊，给刀，但是过来是直接的打到了火灾。这样的话，古董商可能还是要自保一下。是的，而且我能够去摊一下呀。止戈时间不会太久，那这样回溯过来把人挂上，啊，你是不太能赶过来，而且有个地下室的说法在。 挂地下室也还行吧，主要是感觉这把因为有机会干扰到外面密码机，把他们逼得要跑图。对，但是可能说在于300那个位置，真的要去挂进去的话，古董商情况下还有嘛，就怕会有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选择还是挂地下室稳妥一点，打个手椅。看一下这边，感觉其实蒙的还是挺对的，就大概的一个方向还是比较对的。 想躲第2段怀表的位置，躲到了。这边有没有拿到说法？打了一个外围刀，但还是能够把人卡半救下来。看第3段能不能去躲一下？打到了火灾，打到火灾了。那现在小明要一起出去的话，感觉还是有一些风险的。有没有机会摊个双倒啊？想去摊，手上有闪现。我觉得现在真的真不摊吗？不摊了，隐约断了，主要是有闪现，我觉得好像那波感觉走几步一个闪过去还是有点机会的。 对的，肯定省了一步。哦，有一个砸板，而且回溯刚才交过啊，所以说这边的话其实只能去硬追击拿到。看一下，那就留着这个闪现去处理一下古董商吧。再给一个机关枪，这边是卡住了一个极限距离，给一刀又扭掉，扭掉了，哇，又给一棍，哦，这2棍给的有点忍不住了，又骗放一次。
487这个操作非常的细腻。是的，就完全掌握到你所有的一些节奏点，已经起来了，过来再给棍。那这边回速交了指令踩板。哎啊！那边已经交球弹走了。你看火灾都到哪了？火灾已经到那个4合院的板子了。感觉现在就别说这个闪不闪现的问题了，现在是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能交闪了。对，而且他已经没有机会交了。对的。双弹交出来。那现在的话，小明又过来了。因为现在节奏点的话，就是有时候什么，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密码机给扛够。哇，这个闪现交的，我感觉风险还是挺大的。那现在又换木偶师过来，折磨，就是你说如果你前面可能把这个闪现摊一摊，就交一交的话，没有那么难受的一个后期处理。对。而且因为你军工厂本身就没有什么那些要去跑图的时间上面的消耗，你487帮完人直接在大房新起一台就行了。那边2个人可以直接过来扛，完全拖够了。现在，对，现在的话。真要有挂过来也没关系，是吧？你风霜首先是暴露的，闪现也是暴露的。那这个情况下的话，你就没有太多技能反制到控场。那哪怕说你真的把古董商击倒，这边木偶是一救，然后2个人一摸，其实你也不好去换打节奏。是的，就现在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，我就算古董商倒了，那你后期要怎么处理呢？你首先，如果你想换挂，那你外围上挂飞就已经没掉了。没错。这几个人也都有回光返照，没有办法抓住没有回光返照的机会。我那边密码机压好，我直接过来就是救完那边还多个人贴门，直接到脸上。那你闪现也交了，然后小明还偷偷绕过来了。回速偷下，那这边的话只要给到1刀，这边木偶是一辆密码机，另外一边火灾点门，那这个时候闪现交过，其实对学方来说优势大好啊。那现在大副也是往那边走，只能追脸上的古董商。但这边的一些板区资源都还在，所以6了，处理上来也没有那么快。对，我不牵制了，我这边就是跟你打一个拉扯，对吧？就拖时间。还在左右横跳，因为这边的模型会比较长一点。对的，回数也没交，那再过来单板抽刀，压力很大感觉。另外一边的话已经出门。还在抽，但487那边也是心态非常的稳定，一直不下，然后骗你过来。哦，在一个飞轮，那甚至有了这个进大房的机会，这刀打不到。哎，中场是地窖，这个位置转点的话是阻了拦住了地窖。拦住。对，不让升位了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有惊无险留下一个，是缓了一口气。那双方换里的话，其实打这个阵容的话，其实你这边的话，我觉得。而且张狂的话，因为你的遥控能够看一下夜雨开局是选择先往中场去靠一靠，同时是注意着皮皮张的一个走位的。没错，把板子踹掉，然后这个位置也来到中场，还是要选择追手法罗。那就迫近身位，因为毕竟1阶的邦邦的话，它其实一个雷的速度不会那么快，先积攒一下一个雷的数量。一个2连雷炸的有点歪，没有给到伤害。2连雷有点顶墙了。对的。自己走回来吃了一个单雷。有点莫名的熟悉感了。等一下，这有点不太对劲起来了。这对吗？因为有点着急，我感觉，因为他吃的其实是自己走上去的单雷，就感觉从第一个雷开始有点着急了，有点着急。像那个就是比如说你被雕会夹先夹到一下嘛，对，然后可能心态上面就会有点变化。主要他这几个雷的话，确实也没有说是一些连雷、2连、3连比较难躲，他确实是走位上面出现了一些失误。是的，那一个换位换到中场。这边的话应该是让18过来进行救一波吧，我觉得得救，这个密码机不太够，因为这局的话，我觉得对于陈游希姐来说，他们是这个震慑也是有点猝不及防了。对的，跟那个击倒一样。我现在这一波再叫一个棉炉，然后过来想卡下位置，炸了一下。
先给一刀，这边再给一刀一下，再打一个双塔。好是救下来了。哇，不过这波是打到了枯草，所以枯草这边是选择了先去摸一下飞行家。没错，然后再把飞行家往那边牵，可以去强挂一手，因为法罗的位置你是走不开的，手上又有移形，选择丢地上先，再追击法罗。而且那边枯草也是倒了嘛，他刚刚是红圈的。嗯，看一下这个移形怎么交吧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果断一些。对，看到位置就交吧。对，直接交，因为这把其实夜雨的优势非常大。因为现在我的雷的数量挺多的。所以说我是有很大容说炸倒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把人先给挂上，首先淘汰一个，然后另外一边飞行家也是交出了自己的自起啊，绝对逢生，已经也交过，所以要赶路过去。密码机的话也是将近最后一台，就还好救了一波，不然的话这波节奏就特别的炸。而且还好那波救援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比较稳健的了。而且风险其实很大，因为他外围是先吃了一个炸，对，现在回来想要去找一下皮皮章。然后外围的话，两个人去补状态，但这没有选择补状态，其实风险很高，因为你外面2个残的状态，然后飞行家也没有一手绝世逢生。啊，这一手感觉得让邮差牵制非常久的时间才行。是的，确实是把这个压力放到牵制上面嘛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，因为你这个时候是你的技能真空期，没有办法去外围干扰到密码机的破译。对，所以选择先抢密码机，然后让皮皮章进行牵制，那也是比较先相信队友的一个牵制实力了。然后单雷去压他走位，2连雷，预测了一个回来的位置，再来个2连雷。确实，这波皮皮章他的一个躲雷是躲得挺不错的。对的，那也最后那个雷也没吃到，就是吃了一个擦刀。那风险其实还是有的，就真的就是只能相信皮皮章能牵制起来了。他好喜欢摆那种平行的3连雷。对，发现，因为确实邦邦他其实放雷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会放一些斜角的，对斜角连雷，但是很少，平行的还是比较少见的，挺少见的。因为平行比较好躲。哦，第2只狗都续出来了。那皮皮章这波牵制真的是把这个密码机完全拖回来了，就只差30，救一波就够了。我甚至说这个还要吃个擦刀。对的，然后最后台密码机的话也是在小房，那挂上之后，唯一的问题点就在于说你必须要去吃这个回光返照去救人，甚至说他们要想去直接开吗？感觉有点像要直接。但脸上是有回光返照的逃脱大师啊，就是直接开了，就直接开，因为他把，而且他把挪了一下，对他把它挪了一下，让18那边可以帮一下，因为他想直接开，所以说就要必须挪，然后这个时候等他压到最极限的位置的时候再回来。但是这边毕竟是个1挂嘛，所以说还是要回来守乙的。但对粤语来说，我觉得这一局，保平就行了，对吧？保平就已经完成他们的一个目标。不过18那边是还有化险为夷跟大喷的。难道说这波想偷一手吗？喷救下来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那这样的话得去，但那个门开了呀，你过来。对，门肯定是开的，那肯定啊。他也绕回去想去找人。本来他们的想法是让18那边直接喷背包走，然后皮皮章卡着走这个地窖，但是他往门那边赶了，就看皮皮章了。对，皮皮章这边。飞轮现在还有10几秒，手上。狗是交过了，是的，但这个位置的话会架得有点远。2连雷，哦，雷躲得非常好。我觉得他这个他这个飞轮要拖出来了。对，飞轮好的话是真的，哎，看这个飞轮，不压飞轮，哇，直接走地窖，哇，皮皮章，这一把没有你真不行吧？哇，皮皮章这把，皮皮虾这边是53秒，然后以及18，但是有防到啊，你想一下，目的的话就是在于你的一些4抓角色。看一下宠爱这边上来想先用伊斯人那边拿到守墓人这边，来看一下这边没有找到守墓啊，那选择还是要往中场去找一下应该。但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想要去先管一下这个心理，感觉目标还是放在小房这边的。这边是皮皮章的古董商，对，
但这个阵容，因为他们在角色选择上面已经是比较能够去防到艾维的，所以可能开局的目标都有点不是特别好追。是，你看这边就是一直来来回回，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追击点位，想把人卡在陶片范围内。但这边的话，皮皮虾也是一个强风，然后强行转出的这个陶片范围，一个反绕过来也预测到了。那前面的话，其实侵蚀度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一个39、41的侵蚀度。那回头看，这波回头看反而是给到了一个14人喷加闪现的机会点。那现在在飞轮一个飞轮过来，但是还是有50的侵蚀度。对，这一波的话反应非常快。那一个陈云也是转进中场，不过还好，刚刚因为是闪开的，然后再用飞轮把那个侵蚀度清掉了，不然现在可能就已经倒了。现在没办法，现在只能等下陶片了。而且都没喷到。那现在还是能够先去玩一下这个窗户。对，下个记录时间的话还非常久，那感觉也得去管一下歪尾密码机啊。可能还是想先追击一下，然后顺路去干扰。结束陈云，陈云直接跟你去玩高墙区。没错，进入高墙区这边的话，哪怕你14人喷到也不好拿刀。这边尽可能也是再多拖点时间，还在回头看，没有躲掉14人喷了。密码机的话，其实也是差不多有3台了，因为这把感觉它的一组本相是空了挺多的。而且外围的话，其实也还有一个心理。这把他们本来也是只有一个救人位的，可以让救人位过来救2波。在继续在互动。那这样外围的话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嘛，2个化，对，还有1个化险为夷。给到一刀，不敢走反方向。落地。那过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牵制机会。对。而且密码机虽然说分布的比较散一些，但是其实这个分布我觉得还是就是艾维局的一个正常节奏。是的。因为打艾维局的话，你可能到中后期也很需要去起第6台甚至第7台。对。那现在确实也是让心理去把守墓人的状态给他回了。没错。那枯草可以压满再来一波，也不用消耗外面的跑图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毕竟这一局对于宠爱来说要去多抓嘛，我觉得现在还是目前很难看到一个特别大的多抓点，可能更多还是要在后期控场以及开门战上面去找机会。是的，这边其实，但这上面看一下这个救人上面的博弈，打一个针对，但这样子的话，感觉有多拿一刀的说法吗？过板刀没给到，拿不到了，算了。密码机也是来到最后一个77的密码机要补。而且已经在修了，那你现在14人过去，感觉这个密码机能直接压好，因为多的那台是在远端，对，小门的那台就靠近小门。这局有个好处什么，就是大门陶片比较多。但这边已经在进行清除了，就是我在开门战之前，我先铺垫一下。对的，而且我剩下一个古董商是满机关销的。这局感觉不好说，手上的话密码机也是压好的。本体去压一下守门人的位置，所以宠爱这边也是先把14人调到小门那边去，然后本体是在大门的附近。真的是一直在拆陶片啊！这边还是太多了，在大门。操也是尽可能回头看啊，把侵蚀度给叠高一点。70的侵蚀度，我觉得要不别开吧，有点危险。对，其实没有太着急的开的必要。对的，喷满给一刀，我再开，这样子会更加好，更加舒服了。那边。小门是有人贴的，对，其实现在的话，只要说把这个心理先保护起来就行了。心理是不要靠近门，因为他是没有一个自保能力的。反而是像古董商，他是有一个机关销，就慢慢去打拉扯就行。的话左右拉扯，然后皮皮商这边也是换位过来去给压力。另外一边看下守墓的位置，应该也要贴到门附近。皮皮商这边也是一直在进行一个转势，这边感觉有点着急了。想去多抓，但这里其实偷门偷了50多，拉回来之后还得先把14人拖到小门去，然后你自己再去大门。是。那趁这个时候，心理那边也是偷偷的去摸了一下门，而且心理可以顶着这个 CD 先去再摊一下下。对，因为守墓现在没有危险嘛，如果说他有危险的情况下，我再去抢点。
话补上一个技术再过来，而且落地，哎呦，没喷到。 伊斯人躲掉了，但是而且有个飞轮刀，哎呦！哦，但是还是吃闪了。那吃闪的话，这个心里就倒的不亏了呀。对的，就是怕你平地倒。你如果说你吃闪倒的话，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胜面了。因为主要是倒或者不倒，你这边逃骗，首先大门没了，然后加上伊斯人也在小门，两个人跑到大门的话也是正常完成一个平局，很难去突破。加上你心里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开门战比较偏白板的角色，那你如果说是交出来之后。 就已经在，然后你比较害怕的角色，然后选择在了右下角这边，啊，空军是带了，来看一下这边一个跳猫，就反正找先知吧，因为毕竟你不找他的话，这一鸟也会帮助他的队友啊，道具上面还会更多一些。但前期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一只异鸟的容错。你可能真正要去打一个4跑的话，你前期的一个牵制时间得拉得特别久才行。对的，然后绕外围这边一个反绕，距离拉近了不少。但沉默掉的话，前面其实还是有交窗弹的机会。对，而且窗的话还是比较稳健的，直接翻就行。而且翻完这个窗能够去卡到墓地的长窗。看一下487这边是已经过来了，来的有点早吧？这把枪其实不太。 能交吧？如果说交了，感觉他们这把可能就冲着一个爆因为不是，我觉得交不太想，就不太冲着这个4跑去了。对，因为4跑其实这把枪是你唯一的机会。是的，而且主要是你带了单化显位仪，这个是最大问题点。有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净胜上面的问题。那前面移形的话，空地倒了。 而且刚刚是盯了鸟，但是鸟没给。这个地方你大空地的，如果不套鸟，没有活的空间。挂地下室，选择挂平地，那这样空场去打。啊，这一局感觉就差的有点多了。觉得可能还是节奏上面会稍微给了一些机会吧。那现在小明过来救。 给刀，常规的救援。是的。看一下能不能说利用这只鸟再去牵制一会儿吧。但现在有化显位仪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去看。现在就个人牵制，想骗鸟出来。但因为有化显位仪嘛。对，如果说不套鸟的话，这波是牵制不了的。但外围有囚徒在，其实观众效应会吃的比较满。然后后期的话再来救一波。 就开2阶了，其实开2阶的使徒团就完全是质上面的改变。是的，那这样真的是很难牵制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你虽然说目前其实5台机都是有一个比较多的进度，但是你空军已经是2挂了，你这个2挂的话，密码机其实是不够的。对的。你就算囚徒能够连电修也不够，已经是没有什么能够去保的资本了。何况你的囚徒还要过来救人。没错。 我记忆犹新，这样的猫是有一个风险在的。是的。完了，我说的风险。而且那只猫回来了。对，这种猫是有风险在的。这样鸟的话看的是487，没办法。刚刚鸟是没有去看这个囚徒的。对，他要保487活才能说争一个多跑嘛。这个就有风险，因为之前香梦打过挺多这种手椅的就是直接去第一只猫咬到你，对吧？ 甚至说之前还打到过一些震慑的一些场景出来，就这个猫是有说法在的，就是先晕嘛。对对对，那现在的话基本上密码机是能够，然后但是要去争胜的话，3跑是有点难了，还有一台72的密码机要去补。再补了，因为那台最后的卡的是红毯的这一台，就差10%几。对。 后手这边的话，找到先知，先知这边还有只鸟，空地扭一刀，想强行进板进不去。平地的话也是被抽了一刀。那我现在如果说拉猫过来，你这个鸟你还得早点交。打鸟了，那就等吧，反正也没什么地方去了。等这个鸟一掉，这个鸟掉了，你连窗户都过不去，对，因为这个身位根本就不够。
没错，那这样子击倒之后，外面马基97、98、99，刚好一线开了，但是开完之后过来还是能够去拉猫。对的，纸猫晕住，踩板，再给一刀倒地。另外一边的话有底牌，但我觉得对香木来说保稳的话应该是先挂，对，然后有移形再移过去看一眼。不行再回来就行。对，不行再回来。但另外一边应该是来不太及管了，就直接开门，然后也是一个平局，最终拿下。小明是破了141，然后小机械师的时间，然后中间这弓箭手的角色就考验的是你这个是可以去追攻。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是。好，进入到游戏画面，上来是要直接找小迪吗？先往中场走一走，我觉得还是要抓弓箭手，因为你都带了闪了，你肯定是后面不好去防这个 OB 了。没错，但这里的鳞片是直接刷新的，弓箭手是可以直接捡。目前还在去骗一下道具，在攒原力。哎，回头直接找小迪，真的吗？那抓教授的话确实有压力，而且他拖了一些时间，也是能让小迪去拖好自己的飞轮啊。对。这个鳞片的博弈看一下，其实昨天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小迪牵制一个跛脚羊。是的，能绕好多圈啊。对他这次应该是会稳健一点，就是板子不一定会直接拍。哦呦，直接开了，可以再把笼子给拆掉。能接板吗？再接一个笼，这里吃一刀其实还是等同于下一个笼子就很关键，能不能去迅速的把击倒呢？先把被动给打掉，但他还能接受，毕竟你这教授嘛，1/4的话只不过是你把这个被动给打掉了，而且还能把自己的飞轮给拖好了嘛。对的，放笼子去博弈，一直在骗，要翻飞轮倒下，再翻直接交闪，还拿了一个震慑，是这样的话可以多一些存在感。等一下看大副这边给个化险为夷，化险为夷要不要直接带到墓地，让奈奈这边进行一个 OB？ 我觉得要来了。这个攻势的倒地位置和 OB 位，它是一个相连的，就是一个最强的一个体系啊，是它是很难让你去处理的。看佩佩等下去怎么防吧。这里大副还想再摊一会儿淘汰进度，就看能不能无伤了。毕竟你这教授下来你是一定牵制不了的。是的，框一个笼子，没有办法无伤，甚至还要省一下自己的怀表。捡下鳞片，哎，骗一下骗表，有想法哇，他真的是不骄啊，真的稳。对，哇，怪不得像他数据能那么好，是吧？这道具留的。这两个怀表等到6到最后，你这开门战其实都不好针对他。哎，而且现在小迪没有倒，他还有鳞片，他可以操作。他不太想着交，他想等下一波，可能要 OB 下来之后，我再进行一个2-6。我这边佩佩他是一个满愿力啊，把人给举起来，哎呦，直接被射下来了。这打中要害，我还好进行个后院秒龙，补上一个撕裂值，这样你反手要是想要去找这个弓箭手的话，你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这一刀的。他刚才是想拖龙骨弓的一个 CD 嘛，现在龙骨弓 CD 也是刚拖好，看一下能不能把人给 OB 下来。哎呦，白了！这他有一点着急哎，这边离椅子还很远，他其实可以慢慢的去蓄力瞄准，想直接逼救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选择是不救人，让队友过来去开圈，他自己要倒，危险！哎呦，佩佩用他极强的追击能力打出了一个OB 位的一个快速双倒，对，这样的话场面就进入到监管的节奏了。花四要是过来救援，他必须要再去把这个弓箭手看情况给他。是的，狂双龙断路叶，想要去打一个震慑，打出来了。我还有是一个木偶师，对。也在照出，哇，还在骗哇！叫月龙骗，第2波直接出刀，小弟没有反应过来，佩佩他太会了。没错，跛脚这个角色如果说是平地去出刀的话，还是比较好反应的。但是你要是在脸上，他有可能拿着后跃进行骗刀的。哇，这就是他的追击之道啊！那摸起来之后，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对一个佩佩进行一个 OB 了，只能说是先逃开。而他是提前切了一个船，这样通缉到了的话，可以直接传送过来去控一下密瓦基。到这边是有2个怀表的，所以不用省。黄柱被打到，打一个预判。对，这里要是一旦被打到，监管者其实就有机会能去争四了。但是这块表消耗的很快，已经第2段了。其实第3段的话，感觉这里的车我觉得得小心一点吧，还有个5秒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他毕竟移速很慢。哎，框一个围笼框过来，但是差一些距离，再补上一个，有一个板区可以搏。
身上已经没有愿力值了，又要展示自己的个人能力了吗？可惜还是被抽刀了。对，那在压好之前是有一波上挂，密码机这里是一个83的，佩佩这边还是想直接去守一下。他知道外面都没有状态，他想直接打一个顿挫，对，先拖愿力，看能不能偷袭到外面的人。他还能拖一下自己的一个传送，因为他现在要是说先挂上人的话，密码机绝对能压好。到时候就会被让求生者这边直接打成一个3人开门战。是的，其实求生者现在也是有点束手无策的，必须要等到监管者去先行动。补上一点撕裂纸。但是密码机的一个进度被砸板了，而且马上撕裂度要爆，他是没有办法去管到那台密码机，甚至人都牵不起来。现在可以直接亮，直接亮大副留的这块表成为了他们去保平的关键。对，现在门口这大副你处理不了，只能处理不掉。奈奈而奈奈手上是有2板区以及飞轮的，先补上一个撕裂度。这个飞轮好像可以用，要用吗？可以交木牙令抬手，还没有抽到刀，那这样只能原地去罚站。猎森的门马上要开了，佩佩现在想打一个偷袭，双龙过来，差一些距离，愿力不足了。还好大副是一个半状态，不敢去硬点门。看这个板子能不能拍到，这个板子要能拍的话，这个局肯定是能稳定平局。是的，其实已经是一个平局了，因为另外一边的门已经开了，这个时候就要传送，想要去拦一下，但大副是有自愈的，愿力值还有个45，这一个围龙必须要直接解决掉，必须要秒掉脸上的奈奈才有机会，秒掉了，做到了，但花瓷不会出去的呀。是的，莫斯这里会顶在脸上给你压力，只能把人往回牵。那么这个时候进入到监管者的防守回合，他能够做到吗？而大副这里马上就要交自起了，起来之后先解门90。必须要先放围龙，想放一个围龙，但是距离是不够的，愿力值也不够啊。是的，大副出门了，光是一个后跃，非常漂亮的开门战拉扯，求生者也是做到的很完美的对策啊。对，在开门战所有人的道具其实都是用上场了。是的，逍遥他这一把的大副太关键了，他留的那块表，让你没有办法在开门战第一时间来处理我。对，弓箭手手上还剩余的这些道具，让你这个设置围龙也没有办法精确拿刀。他也就留到了最后80%进度的一个门嘛。对，这里的话拿到一个平局，其实双方也都能接受。命中了16次，然后做了8。这个木偶师他也能用诗句，对，这样把墓地的密码机给封锁了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准备就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去往中场，想要直接去找猫猫的一个位置。猫猫这里是想要直接藏，并没有选择拉点。他开局的话，应该还是要动一下古董商，毕竟也带了个兴奋嘛。这里带着兴奋哦，还是确定了要去抓这个古董商。是的。哎，想钓鱼，想找梦露这边的一个飞行家。他这个思路一直在给你的求生者压力啊，让你不敢修。结果突袭大副，赶紧交一个表，哇，差点就被打到了。哎，古董商还在脸上，那这样反正我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追击啊。是的，逼了一块表，再过来抓古董商，古董商这边不出机关销，很稳啊。也在跟钻。是的，白鹿想骗的，结果还是没有骗到，兴奋交出来，但只打了1棍，还是求生者赚一点。愿力值现在还能再补一个围龙，看这围龙怎么放了。这样的话，他等下还有很多棍，而且有飞轮，不好抓呀。现在是真不好抓。再等一个时间，哎，刚好预判他钻过来，哇，猫猫这个牵制好秀啊，甚至道具都没有交。两边是心有灵犀了，这个窗口是直接翻了下去。他那个位置是没有视野的，他是纯预判的。现在你没有兴奋了，一旦要是说是再打机关枪，你这个围龙就废了。对的，不过还有古董上是一刀倒嘛，所以现在可以不放笼子，一直跟着给压力，一直在拖。而且这边再往墓地进行一个转点。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能打出来机关枪的一个扫射或者抡式了。是的，只能把人去挂在一个偏靠中场的一个位置吧。那这里想要就近挂。密码机有一个偏3台。对的。而技能也没有好，如果他技能好了的话，还可以考虑底牌切一下。这个化险为夷，看要不要直接往 S 版这边去带吧。你要说是直接走到那边，神智就可以直接去起这个墓地新机了。是的。我觉得墓地最好还是给他倒会好一点，他还是去墓地里面倒。对，因为你要往 S 版倒的话，也怕去干扰到这边墓地门的一个密码机嘛。是哦，飞行家这边密码机还一个31，所以说是不太往那边去倒，干扰到他。就我往墓地倒的话，起码说这把很好平局。对。
这里好像是打出了一个抡式吧？是的，他这里是想要去，通过自己的一个，但我觉得还是得点刺好一点。点刺的话，它毕竟比较稳，但点刺的抬手会慢一点。刚放出一个围龙的时候，古董商直接钻过去，打出了一个抡式，是在预判一个监管者是跟进行对钻啊。所以说现在是少了一段。白鹿他是等了一下嘛，那这边还好是愿力不够，但是大副不知道，他还是得交表。对，我感觉密码机是有机会拖够的呀。在2个人去补，然后开一个化险为夷挡刀，这个4人开门战是有说法的。啊，多拖一多，能扛到吗？没能扛到，不过无所谓，也是个1/4。对，1/4没倒地，还没盖到。这一波围龙，手里还有积极关消，但是得有人过来帮忙才行。是的，赶紧点子戳一下，那这样的话感觉古董商能拖到。哎，再交一个轮。是，但大副呢？大副现在好像还过来按下头吧。密码机只差最后17%的一个进度啊。但是没敢按头了，没敢按了。其实我觉得他按一下也可以，因为逼你交一个围龙，对吧？你要不交围龙2刀的一个时间，我们倒在一起爬一爬，应该也能压好。他想先拉扯开，不想让你监管者就是说是旁边我直接能续上这个节奏。是的，是的，还是比较求稳吧。我现在进入到了一个3人的开门战，我觉得对于白鹿来讲还是优势。还不亮吗？因为4人开门战监管可能就要保平了，3人开门战监管者是可以去争的。这把的话，你的大副是没有道具的。没错。你这如果还不亮，神坠这点位可能就有点危险。哎呦，直接被秒了！是的，没有交出自己的一个路易跟诗句啊，好亏。这路易其实交出来就能直接抵挡住这个围龙的。对的。他们为什么不提前开呢？提前开还能点一会儿门。对，真的有点亏。这边直接交一个移形过来找，肯定能找到呀！看到地上脚印了，飞家是有悬停的2个背包以及悬停的，但是不好操作。这位置直接是把这个交互给架，而且喷的距离有点近，还好。第2段、第3段是拉开了，但是钻过来有一个延迟，不能第2时间钻，又被打倒了。2个笼子就能回到以前手椅，大副也走吧。李宝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露视野呀，如果被找到的话，有可能4抓的。是的，飞人家这边的一个喷气被好逮住白鹿。哇，白鹿的找人真的太夸张了！再次击倒，上帝视角吗？这里可以甚至牵着大副直接过去找飞人家的。哇，这个人是有恶魔之眼吗？他怎么这么准确的知道所有人的位置呀？他预判了对面的心理，知道你这边大副会过来救的。而且他知道大副来不及救人，所以说他直接往中场那个位置拦到。哇，还在等，交了自己，又把飞人家给秒掉。那这个时候只要回去找大副。就是拿到一个4抓，我李宝这边是会了125救人一次前针，你进行一个转移数。对，接下来吧，找7项，有趣，直接选在2战的一个选。好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去往起点找小迪，肯定要跟小迪进行一个单挑的。看他这个气象的话，牵制压力还是比较小。看双重惊喜能不能空了？对，想直接坐车，了。哎，那这样跟车的话，感觉他也不是很赚啊。是。要右翻吗？右翻直接翻窗，想左翻，去骗一下，直接交一个层云飞走了。哎呀，天哪！还要看你这个监护者到底落点在哪里。我的空中飞人我没解锁，是，因为开局只能看着气象飞。打中了个干冰，现在身上还剩2层标记，佩佩一直在骗小迪。下一波的这个双重惊喜吧。对，小迪这边要提前下来，防止被卡住。是，又画了一次，画了个射个强风。在骗我这个风叠在一块儿了，给了瞬间2个标记，而且道具也是没有交到。现在身上冷却 CD 还有一个3秒，那现在也解锁自己的空中飞人，添交飞轮了，这个车应该是不好上了，不好做，关键你做了也没什么用。对，那一个空中飞人就到对面了，要不选择硬拖呢？哎，往外翻，现在没有技能，等下一个双惊喜，哇，直接击倒，熟练度这一块，密码机现在也有个2台半了。我当时气象是完全没想到自己身上一个球能被这样隔墙上双球，是，感觉应该是隔了点距离啊，但是监管者这边熟练度还是比较高。双重惊喜它是有一个隔墙的一个机制嘛？天哪，2战这边是直接挪到一个鬼屋里了，奈奈这边就更好救援了，对，也不用多跑路。在鬼屋里的话是有机会去进行一个26的，对。就我觉得小迪他如果说能拖到这个化险为夷结束，再做一波车，这把密码机是有说法的。我仔也是藏在后面，直接弹过来上双球，但是还是能无伤掏。
火灾想直接跑开，但是这边硬摊火灾的话，飞轮规避了，好帅的飞轮。这样子无伤，笑笑这里是应该帮不了忙的。过来想挡下球吗？也没有，过来补密码机的。只想亮，因为帮忙挡了球，你小迪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牵制空间。对。小迪这边的话也是要上一波2挂了。对，密码机其实现在差的是比较多。这波应该还会再转移吧，给他转移到鬼屋里。亮了之后好救。是的，再转移，继续转移到鬼屋。然后等一下陶大，但陶大师2次都吃了通缉，好惨啊！他这边的话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隐藏自己的身形了。现在想给他上标记也比较难，毕竟陶大师现在身上我还可以免疫1次普通攻击的。对。想打一个双头标记也没打上，再打还是没能打上。这波陶大师他其实可以去，挡一下球，就卖一下自己。还是选择无伤，想打一个3人，因为现在他们也知道，就是说气象没有携带一个回光返照，卡伦可能觉得也没什么用。一个强风吹一下，但还是要倒地啊。是想让他直接倒到一个终点。这把是没有 OB 位的。终点密码机现在已经9成，属于挂了椅子，密码机就能亮。 3分钟的一个时间，对，就完了。真要亮了，应该是要去守这个病患吧。但你别说，现在他们其实是有机会3人3跑，因为你现在没挽留，而且还把技能给交了。这传送一交，你过来只能找这个陶大师，你现在还击倒不了陶大师身上被动还在呀，吃到一个双加速，他能吃3次普通攻击啊！哎呦，这个球掉了，就差干冰了。哎，2战是有车的，这样被动打完，再一个弹，空中飞人还有一段，打到1刀，直接坐车，来得及吗？没能来得及。因为他把最后一个坐力错了，对，只能空中飞人飞过去，但得让陶多大师走地窖吧？是的，陶大师感觉得往右边走，往左边走应该走不掉了，还不太急，想帮忙扛球，没说法，对，直接交出，两个人也是齐刷刷走门，那这样赢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平局，对，没办法再摊了，这把有意思了，对。其实他们也很果断，真的，你小迪是没有一个回光返照，你但凡可能有个回光返照，他会尝试去帮忙扛一扛。对啊，我感觉的话，他们应该就想把这个车留。对，那我们看一下赛后数据，打出格局。不过在鬼屋里，那动哭手的话，哭也带了。对，这把的话还是打的比较好。进入到游戏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鬼屋，没有选择去起点，要追他的。而这边应该是会骗吧？他选择传到了桥上，真传了。那就是给他让点，对，把这个点位给哭手让出来。但哭手好像没有选择往那边去，他先借那个鬼板的板区过渡嘛，是，等下一个火箭再去起点。这样的话还能去下这个安全板，我感觉能抽到刀。哎呦，砸板漂亮，真极限啊！是的，白鹿稍微有点着急啊，差点位置就能直接能免掉这个盖板了。那这边也不敢翻，前面可能要吃一刀。火箭道具对。这个哭手还是很难追的呀，能追上吗？好像能在这么高的一个移速，而且持续时间这么久，这一刀他能接受的，吃完这一刀坐车，对他能直接坐车了。站台灯应该是没有人帮忙关的，但是无所谓，因为他是哭手，对，这样的话多拖了一点时间，晚一点去坐这个车。让神追这边是在一个桥上，对，下来直接接火箭，哇，真不好追。去往了鬼屋，鬼屋附近，鬼屋附近好像是个野人，还给到一个减速。飞轮，这是想飞轮卡住位置吧？他应该是预判你出刀的那个前摇，然后我交飞轮再进板。对。没有挡到啊！我这边已经牵制了将近3台吧。野人现在其实是有一点难受的，要不然就让野人过来救吧。他有点被赶密码机，他开局毕竟的话，小女孩传过来。但你这个猪感觉就要被逼得给骑上了。是的，没有办法，到时候再进行 OB。小女孩因为她桥上的密码机是补的野人的，也已经修了一个99卡个观众效应，现在已经去破译起点密码机了。哦，先保一个稳救吧。对，让野人先来救，救完之后一个化险为夷去倒到红马的位置。是的。这一刀，两个人必须要分开，不让你摊野人，想硬摊。摊完之后，他手里还有个闪现，他知道哭手现在的道具都已经交光了，没有什么前进能力。而且你这边也跑不远。对，
这样强行打一个双倒之后呢，我还能第一时间过来找你的苦手。不过这边气象想过来陪跑，一个强风先吹走，但是隐月没有能断掉。是的，还想继续陪跑吗？这个位置可以交闪现，哇，太果断了，白鹿。因为梦露他这边过来，其实就是为了去帮助这个苦手拖出时间。拖出时间是为了什么？拖住那个野人他的一个双倒的空间。对他自愈的一个时间嘛。那现在野人等于没有修，这边还是上一个2挂，而且气象也是陪跑，那密码机就比较慢了。没错，小女孩现在传过来是想要再补一个化险为夷，这样能让野人以及气象在外边密码机能再多破一个20秒时间。但这个位置好像有点被拦截，躲一个树叶，气象也过来救，打到小女孩那边只能直接掏了。让气象来救的话，就会这个能量好像还会再费一部分。这个化险为夷主要是开不出来了。这个强风，但是卡住了这个障碍物，没能吹远。想把道具给交完，再弹一刀气象。哇，白鹿这把打了一个超级控场，4个人都很残，状态全都掉了的呀！现在必须要把这个状态补好才行。没错，你现在状态一补好，密码机可外边就是停滞不动的。白鹿现在有机会能去争一个多抓，因为他现在只要挂完之后，你只能去摸好一个。是的，看他能不能第2波去找到求生者的一个精准的位置吧。对，哪怕他现在直接抓这个气象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是，毕竟现在密码机还差2个半台，机会很大。好像看到气象了，气象现在手里只有是1次的一个使用了，还是选择一个强风。白鹿是知道的，你2次风都已经吹过我了，你现在只能再使用1次。是的。再一个强风，但是这一次是断了一个隐喻，只能回速。要回速，这样板台要踩。那边小女孩还的话没有修啊，还在摸。她怕这边一旦要是说不追击了，回头找一下这个3战，小女孩就要倒地。但感觉这个压力全都给到了气象身上啊，他一个人很难牵这么久啊。他快撑不住了，他前面道具都用来陪跑了呀。他如果说是满道具的话，你可以这样打，但是我的道具不够多呀。3次使用道具全都是只用1次吧，是为了自己。对。那这样的话，第2波节奏也接上，野人得过来救人了。密码机的话，现在是不太动的。可能你让小女孩哦，小女孩这边有个化险为夷。对，开搏命。这个化险为夷拖出来之后，但是会不会被提早发现呢？脚印会发现到吗？没发现到。人能无伤吗？无伤不了。没被看到了，所以交了一个树叶。哦呦，头是真铁呀！直接就是进行逼救。哦，时间是就早了个10几秒，接近20秒。2个人的话，现在选择散开。这样白鹿好像还想摊，因为他想要控住这个3战密码机。对，摊到了。个双刀，摊到了。野人想要把3战直接强行亮掉。哇，他现在的话感觉传送好了呀。这个后期是有争3抓的一个面的呀。对，你桥上这边密码机是一个99的，鬼屋后那边密码机是一个53的。只要你敢碰鬼屋后的，那我就传送。对对。而且你只能让野人过来救，你又不可能让气象过来救，气象什么都没有了。就这个局面现在有点死局，你敢碰我就传，你不碰呢，那你这边的人你迟早会被救，我就打针对。白鹿等于说我一直在盯着你的气象学啊，我单防你，是敢摸拆密码机你就给我吃传送。对，然后你现在野人也没有办法，你只能卡半救，你要压满呢，现在气象他也不敢碰。对，那看到有人在修了，传送了，人都不守了，传过来鬼屋。根本溜不了，这个时候气象倒了，会上到一个2挂，而且是一个遗产机啊！这怎么办呢？机子一守住，你现在没有化险为夷能给他带走。主要是你现在新修的话，时间上有点来不及。2挂30秒，你密码机不可能修得完的。对，所以对于球人来讲，这把很危险。野人现在又过来，可能要进入到一个多抓阶段。CD 还有个4秒，能抽到这一刀吗？他只要求稳打针对就行，其实是。他说实话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做，我就在站在这里，气象叫下来，我打一刀气象就行了。那这局面他就能去打一个3抓。对，只要这个人先完成一个淘汰挂飞。你看来了，我什么都不干，你不打针对，你随便救。现在越来越极限了，你想怎么救怎么救，我就打气象。密码机一台整的，你不可能修那么快。扛到了，扛到了。CD 还有一个18秒还得继续扛。是，这边必须要再扛一刀。能扛到吗？打到了针对，过板刀没有板过人刀，是这个人想要去堵住这条路，还是有点不太现实，比较难的。而且这边直接挂上之后，密码机还是压不好。没错，他现在可以直接追这个野人。白鹿这把甚至还有4的面啊！对，他开门战之前密码机压不好，等下你亮了，我把野人1秒传送能拖好。传送还有20秒。你等会儿贴门的话，还有个18秒，一旦要野人没能撑住这个时间，他就能争4。这状态真的太好了，我每次一解说 MRC 的比赛，就看到白鹿在这边
真的好夸张啊！他气势太足了，是的，打得太凶，追击真的是一直给到一个非常大的压力。白鹿现在也知道你明码机现在停止不动了，那就压好了，无所谓啊。对啊，我传送好了，我等下找个机会打你的哦。是你现在野人离终点那边越近，他越好传送，越好去守这个人。对，因为你压的那台密码机，你想贴门是很慢的。是的，你需要时间。你野人现在只能在起点半场，一旦要是说是赶到终点半场，好，你小女孩也不能去开门。那我就往这一站，给你心理压力，是吧？对。你要坐车吗？坐车的话，白鹿可就心里比较愿意了。你坐车，他就会传送到那边的一个狮子机。我甚至觉得小女孩要不等下别点门，不敢点，过来反绕一下，直接跟坐了。对。哎，我就不打你，等下我帮你看着你，我帮你把这台再关了。对，哎对，你不是刚刚点过了吗？我再给你关掉。是杀人诛心。两个人在这边也是，又怎么说呢？增加数据。对，是。就好心的为李宝增加了很多这个牵制时长。神智这时候就在想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他们两个人真的有点暧昧了。对，位置上就有点暧昧。是。哎，细节拖到了那边爆鸟，对，把乌鸦给爆出来。这都快处出来感情了。主要是也没办法，我打一刀的话，这不就坐车走了吗？是吧？还在等。平常肯定4家没少一起吃海底捞，一般真看不到这种画面，真的，这都是一些珍惜画面了。真的，就平常肯定就天天约饭。对。现在你就大眼瞪小眼，两个人呢就是，哎，你也不打我，我也亮不了，对吧？就只能是两个人互相看着。大眼瞪小眼，把这个野猪吧，是直接晾到一旁。其实我以前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场面。哦。有什么？哇，月亮河对吧？隔着桥相望，隔着桥相望那都是很早了，知道吗？是。就以前还有什么开门战之前，梦之女巫她一直不寄生，对，她因为她寄生出来，她就被消掉了嘛。对，她就怕，哎，我自己就怎么说呢？我给一个寄生的话，那求生者他们就能运营了，我就要等你亮机。哎，这边终于打了，秒坐车是，但是后排上不到，只能赶过去看看小女孩要不要点门啊。就没关系啊，你这边敢点我就传啊。是的，主要是他怕这个传送，他如果不点门的话，骗一个白鹿的传送还有点机会。毕竟他们这把还是存在理论的平局面嘛。野人奇这走过来，其实小女孩就过来了，感觉白鹿这比你还快啊！加上回速他想拦小女孩，这个回速哇，顶级意识，但小女孩没往这边走。等等，那这样他会不会来呢？但是他手里也有传送，还有传送。我跟你说，他这边是装笨，对，他叫扮猪吃虎，就是我假装我找不到人，等下我一个传送过来。要拖我下一个回速嘛？但这样一旦求生者也不敢点门，现在3个人好神秘，追了啊！监管者被求生者追着过来，还看到你了。是本来这边没人的，这是捉迷藏吗？怎么感觉变成了牛手绢呢？我的天哪，这太神秘了！我说话，两边的一个运营思路都堪称大气层。是，就当你以为你在天花板的时候，你总有一个在大气层的对手，预判着，结果不小心掉到了对面的预判，再交一个传送过来，还刚好逮捕了野人，野人跑不了，毫无还手之力呀！再接一个回速，还能把小女孩给挂了！我的天，2把连续4抓，这最佳演绎谁能给你卷啊？是的，这我轻轻的来了，正如我轻轻的走，我挥一挥手，把最佳演绎给拿走。是。这最佳演绎没办法，现在就是直接夹住小女孩，小女孩也没出跑，半状态。神针说：“这下轮到我了吧？这样你别打我哦，你不要打我。”那这一刀不拿也不拿，那不行，对吧？哎，拿到这一波4抓。是的，这样的话直接一个4抓，也是友好的转起了圈啊，再把它关进温暖的家呀。对，是的。画面也太熟悉了吧？是的，非常的熟悉，友好啊，友好。可能就是在我们虽然说比赛上面是对手嘛，但平常都是这种相亲相爱一家人，有群的。而且我觉得对 MRC 他们现在的数据其实非常的好，而且这两局呢都是在一个3到5名以及3到6名地，然后踢速对阵。